甭管是拉菲还是康帝，甭管是赤霞珠还是黑皮诺，今天我用一集内容就把葡萄酒这事儿给你捋明白。以后谁再跟你拽那些听不懂的词儿，你都能一眼看穿它。咱就记住一句话，葡萄酒说白了就是发酵了的葡萄汁，对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刚入行那会儿也觉得这玩意儿特玄乎，其实根儿就在这儿。你把这句话想明白了，后面所有选酒、看酒标、判断味儿的道一下就全通了。好，咱们就从这句话开始拆。第一，酿酒的葡萄跟你平时吃的就不是一码事儿。酿酒葡萄学名叫 Vitis vinifera， 它得长成什么样？盖小，皮厚，齁甜，贼酸，还得有籽。为啥？因为糖分是变成酒精的原料，酸度是酒的骨架，皮和籽里的单宁是红酒那种涩涩的抓口感的来源。咱们在超市买的鲜食葡萄呢，盖大，皮薄，水多，没籽儿，追求的是个脆口。你拿它酿酒，酿出来就是一杯没骨头的糖水儿，放不住。所以记住，原料决定了上限。第二，这些酿酒葡萄甭管叫什么名儿，其实都是一个物种的老乡，什么赤霞珠、霞多丽、黑皮诺，听着五花八门的，其实都属于欧亚葡萄这个大家族。而且他们的老家，你可别以为是法国或者意大利，那都算是后来的家，真正的发源地是在西亚的高加索地区，靠近黑海那片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玩意儿本身没那么神秘，是后来传到不同地方，被不同的人种，才有了新旧世界的风格差异。第三，酒标上的年份不是玄学，就是当年的天气预报。那瓶子上印的2018、2019，指的就是这瓶酒里的葡萄是哪年收的。那年要是风调雨顺，葡萄长得就好，这酒的底子就厚；要是那年天不好，又冷又下雨，那葡萄的成熟度就不够，酒的风味自然就弱一些。所以啊，你看懂年份，基本就知道这酒的先天体质怎么样了。第四，发酵，这步最关键，其实就是个生物转化的过程。你得靠酵母这个小工人，他把葡萄汁里的糖当饭吃了，然后代谢出两样东西，酒精和二氧化碳。这二氧化碳要是给它个口跑了，出来的就是咱们平时喝的静止葡萄酒，要是把它闷在瓶子里，就成了起泡酒。那么甜酒怎么来的？就是在酵母把糖吃完之前，人为的把它停掉，剩下的糖分就成了甜味儿。第五，市面上千千万万的酒，其实都能塞进几个大抽屉里。你别一上来就去背那几百个品种产区，头疼。你先学会分类，起泡的、不带气的、红的、白的、桃红的、干的、甜的，先把酒扔到对应风格的抽屉里，再去琢磨它具体是哪个品种、哪个产区的。这学习路径一下子就简单了。最后，酒标上那些有机、素食、生物动力的戳是啥意思？它们不是好喝证，而是生产方式说明书。有机告诉你种葡萄没用化学农药，素食认证是说酿酒过程里没用任何动物来源的成分去澄清酒液。生物动力就更神道了，说要按着月亮星星的节奏去种地。这些是酒农的价值观，你可以了解，但别把它跟好喝划等号。所以你看，把葡萄酒拆开了，是不是就这么几件最基本的事儿？原料、物种、年份、发酵、类型、标签，把这个骨架搭起来，你再去看任何一瓶酒，心里就有底了。我是老郭，有时候爱自己喝点，解压放松，想点事儿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记得找我。